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小号手出品的这款拼装版电影造型的大黄蜂，盒子依旧是和之前差不多的一个大小啊。这边有一些细节的展示，板件内容一览就是这么多了，感觉目测会比之前的外传造型的大黄蜂零件要稍微多一点点。零件上面都做了预涂装的处理，漆上的还是蛮漂亮的。大部分的零件其实都是属于按压水口啊，都小小的，其实用手直接揪可以揪得下来。黄色也很正，并没有任何的水纹现象。检查一下，其实小号手的工艺还是可以的，每个零件都很规矩，不论是注胶还是预涂装的喷漆。头雕方面也是有露脸的和战斗面具的版本，小的细节涂的都很精致，包括头顶的这个汽车人标志，眼睛也做了蓝色的金属漆涂装，非常漂亮。好，那么我们直接开始吧。好了，拼装完成就是现在的效果了。整体来说嘛，也是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啊，就速组完成了。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但其实是要比之前的外传大黄蜂要稍微的复杂一点点，因为它里边毕竟要拼一个骨架，然后把这些黄色的装甲全部穿在外边。那整体来说的造型呢，也是非常还原于电影里边的一个样式啊，在一些细节预涂装，包括尤其腿部这一块分色分件的这些零件来渲染出来的腿部的里外层次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细节。首先头部这里，我们在板件时期就看了这么点的一个尺寸，把这些细节雕琢的还是非常精致的，很好看。包括后脑勺这边一些细节勾勒的处理。后背的小翅膀和轮子，以及背部的一些零件，金属漆的涂装分色也有做出来，包括这个小翅膀做的很漂亮啊。门把手这里也有银色的刻画，小翅膀的曲线流线型非常的好。胸口这里多重的层次分色处理，在预涂装的零件上边又做了分层的零件，来塑造出大黄蜂的这种机械层次感啊。电影的大黄蜂啊，要的其实就是这种复杂的零件的感觉。腰部这里组装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它在最下边的这一段旋转的时候，它做了一个限位，这一块的旋转只能转到这么大的幅度了，前面专门做了一个凹槽的凸点，而上方的这一块又能辅助旋转，所以腰部左右摆动的时候是两层旋转，这样会更仿生一点，感觉肋部也在跟着旋转扭动，包括仿肋骨式的装甲造型刻画。号部这里的可动范围也挺不错的，左右旋转。外踢的话可能会被这个装甲稍微的挡到一点点，注意这个小尖儿不要磨到。膝盖折动可以达到135度左右的距离，包括这个腿甲刻画的非常漂亮。腿部的造型也是使用了多层次分件来填充，就感觉这个层次感特别的漂亮。而且这回组装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一个半手的现象出现。之前的外传大黄蜂脚踝这块不好装，现在嘛装和拆都非常方便，它是一个斜装直接套合过去的，插进这个卡扣就行了。脚踝这边直接使用了轮子造型的零件来做脚踝的处理，这样的半隐藏收纳轮子的机械造型非常好啊，再加上你脚踝活动的时候感觉轮子也是可以旋转的，这个感觉非常的棒。同时这些关节的阻尼感舒适度也是相当可以的，支撑的稳定性很好，毕竟小东西嘛，零件很轻，左右接地幅度也很大。胳膊这里肩胛做了单独的分件，不影响可动，所以抬胳膊可以抬到很高。在内侧这里做了一个圆盘，这个圆盘其实是有活动范围的，它是可以辅助你的肩膀做出一些摆动的。然后根部这里其实是个球形关节啊，活动的范围也尚可。二头肌的根部可以旋转，甚至细小的地方用了红色的漆点缀出来。胳膊肘这里差不多也可以折到90度吧。
手炮是可以直接摘下手来替换上去的。另外一边手腕可以旋转。武器方面的这个锤子雕琢也相当的细致，包括这一块的牙，这个我没剪干净，是不是？抠掉了，因为都是这种特别小的按压水口，你看它的水口只有这么一点点，和我的指甲盖比一下，哇，这么点的一个锤子，它的水口就这么一点，所以你直接可以揪。玩的其实就是一种这样的精致感，太小了，拿在手里边就很迷你，而且拼装的玩具拼出来了以后，就算你是素组的，不是参加任何补色的话，也是很好看的。它银色和青铜色这里也有分色涂出来，所以最终的尺寸啊，你放在手掌上，它也就这么大，真的是一款掌心玩具。和小号手之前自家出的2款大黄蜂摆在一起看一下，毕竟是外传的造型，所以看起来也是更可爱了一些。但这一回的老电影造型大黄蜂是要比外传的这个柠檬黄显得更深一些，它是一种橘黄色，然后身上的涂装点缀会更多，所以你一眼看上去这个很直观的一个表现，明显感觉现在新出的这款老电影大黄蜂会显得高级一些。身上玉涂装的金属漆多，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料子本身的颜色看起来就比当时的这个感觉要高级一些。曾经的这个外传大黄蜂身上其实这些灰色的零件水纹还是挺明显的，从视频里边应该透过镜头也能很清晰的看得到，但这个黑色的零件它就不存在水纹了，再加上装甲的这个橘黄色，你会感觉它这个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上漆，只是塑料件的原色，但这个塑料件原色已经处理得很高级了，就像是上完漆以后一样的效果。所以一对比你就能感觉出来，哇，这个要比原先的2个大黄蜂都高出来一个档次级别的感觉。再加上很多细节的刻画，独立旋转的装甲，还有手臂尤其小臂上边的这些小的机械零件内构，还有玉涂装处理的刻画，都会感觉哇，比原先的这2个诚意要足很多。但他们竟然是同一个级别，个头几乎差不多高吧，非常的漂亮。喜欢老电影的玩家其实真的不容错过，很精致很迷你，尤其小号手的拼装素质目前已经出了这么多了，包括以前玩军模时代的一些朋友们应该也对他家的口碑有一定的了解吧。所以我一开始对这款老电影大黄蜂的造型还不是挺感冒的，因为确实我特烦这个造型的大黄蜂，甚至还一度有一些纠结，为什么外传的这个题材后续不出了。本来一开始看小号手的盒子上面预告有出很多新的角色啊，包括也要推出擎天柱了什么的，这些预告都有。突然之间这个老电影造型大黄蜂插队给插进来了，就感觉挺不满的。但今天实实际际拼装完了以后，确实这个素质高得很呐。我觉得小号手现在是不是有点在尝试用这款大黄蜂去试一个新的工艺？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可以很负责的跟大家说，这一回的这个最终完成效果达到他想要的那个目的了，非常棒，非常漂亮。那么得嘞，这一款小号手出品的电影大黄蜂大概就是这样了。